想做的是一个章鱼食谱。章鱼食谱。有没有想过，当你潜到深海里面，漆黑和寂静包围着你，你身边只剩呼吸换气的声音，而你看着深潜的海草，却发现它们有规律的飘动，一排又一排像眼睛的圆形向你逼近，才发现这里不是只有你一个，它是海洋中具智慧的软体生物，也是我们这次的主角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矿工熊，陪你一起挖掘世界不同角落的冷知识。今天我们要来挖掘的是章鱼。章鱼的英文名叫 octopus，octo 是数字8的意思。顾名思义，章鱼有8只触手，它们具有柔软的身体结构。相较于其他的头足类动物，章鱼的身体呈圆形或者鹅蛋形，触手的内侧布满了圆形的吸盘，它们可以借助这些吸盘抓住猎物，攀附在岩石或其他表面上，甚至可以打开贝壳。由于章鱼的大部分身体都由软组织构成，这使它们能够十分方便地伸缩和扭曲身体，穿过狭窄的缝隙。即使是较大型的章鱼，也可以轻松穿过直径约为2.5公分的洞口。章鱼最坚硬的部位就是它们的口部，口部具有形似鹦鹉喙的吻部，用来咬碎猎物。可能你不知道，章鱼的血液是蓝色的，这是因为比起含铁的血红蛋白，含铜的血蓝蛋白在寒冷环境下传递氧气的效率更高，而血蓝蛋白会令血液变得粘稠，所以它们需要非常大的驱动力，才能供血给身体各个部位。这也是为什么它们体内有3个心脏的原因。章鱼是高科技的伪装高手，它们拥有特化的外观色素细胞，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外观的颜色、透明度和反射性。章鱼也会通过变色来与同类交流，但大部分时间，这个功能都是为了猎食和避开掠食者的。它们可以迅速地改变颜色，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，有时还会采用一种被称为滚石的技巧，伪装成一块石头，在开阔区域中以接近周围水流的速度卷动前进。除此之外，它们还可以记住有毒生物的模样，例如海蛇、狮子鱼等等。章鱼会模仿这些生物的外表和移动方式，借此吓走天敌。但章鱼的智慧并不仅限于伪装，它们还能够解谜，穿过复杂的障碍物，甚至可以使用工具。这些惊人的能力令科学家们深深着迷。透过不同解谜实验，科学家发现章鱼具有良好的短期和长期记忆，能够记住迷宫的复杂路径。它们可以分辨不同形状，还会透过观察来学习，配合自身的特点。章鱼就像特务一样，在实验室里面，它们可以从瓶子外部和内部拧开瓶盖，只要洞口不小于自己的嘴部，章鱼就可以压缩身体穿过狭缝。它们会趁夜阑人静时爬到其他水族箱捕食。在水中，如果周遭没有水草和珊瑚，章鱼就会收集贝壳和椰子壳等等，用这些物件伪装自己在进行伏击。章鱼是少数能反捕食鲨鱼、企鹅、海豹、海蛇、海豚等生物的无脊椎动物。你可能会好奇，区区软体动物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神奇？这个问题科学家也很想知道。章鱼拥有非常复杂的神经系统，体内大约有5亿个神经元，但是它们的平均寿命却只有3年左右。演化的成本和收益比例不符合常理，就像花了大笔金钱和时间取得博士学位，却只能享受这个学位1-2年一样。还有一点就是，章鱼的基因非常复杂，甚至和其他的软体动物完全不同。科学家认为，章鱼的演化过程需要大量基因的改变，而这些改变都很难在先前存在的物种中发现，因此还怀疑章鱼的基因是来自地球之外的，那就是说章鱼可能是外星生物。章鱼的演化过程依然存在谜团，但有没有可能，我们目前发现的都是退化后的个体呢？在日本的原住民阿伊努族流传着一个传说，他们相信海里存在着一种名为巨鲨的海怪，它是一只有110米之长的章鱼，会破坏船只和吃掉不幸遇见它的人类。而章鱼的近亲乌贼就有巨大化的例子。霸王乌贼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长的无脊椎动物，
全长有大约12到13米。1873年，在纽芬兰的渔夫带着一名12岁的男孩出海，不幸在海中央遇到了一头巨型乌贼袭击，过程中男孩将一条触手砍断脱险，那条触手足足有6米长，按照比例，那头乌贼起码有10米长。在之后我们才发现大王乌贼的确实存在，还要到2006年我们才在深海里拍摄到了大王乌贼的首张活体照片。我们相信在深海里仍有许多未知生物等待被发现，而章鱼远比乌贼聪明，它们有没有可能长得跟大王乌贼一样大？但因为它们的智慧，所以成功逃过人类的发现呢？或许要到它们愿意主动跟我们交流的一天，我们才会知道。那你知道如何区分章鱼和乌贼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想知道更多关于动物的知识，马上订阅这个频道。想第一时间收到最新影片通知的话，记得按下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